今天天气还不错，在院子里喝碗茶，就想着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院子里的那些闲嗑啊。那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来源于我是在1个月之前看到一个短视频啊，就是平台上有一个记者采访一个老年人，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后代，你的儿子啊，他不想再生孩子，不想再有后代了，那么你支不支持？那我们都知道，传统观念里，这个老一辈都是催着下一代结婚，快点结婚，快点生孩子啊，都觉得必须要生孩子。但这个老年人他就一反常态啊，他就说，我会支持我的儿子不要生孩子，我会告诉他，这辈子人生短短几十年，你就活出你自己的精彩就好了。哎呀，生孩子又费你的时间，又费你的钱，把你的精力全部都花在这个孩子身上，自己的一生都过不好，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今天早上呢，我不是有一个全国各地的妈妈群吗？然后大家就聊起这个话题。一开始呢是说到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他们都不愿意结婚生孩子了，然后就有妈妈出来说啊，说我很支持我的女儿不要孩子啊，因为我觉得我当妈妈这些年太操劳了，就是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很辛苦。一开始觉得可能这个有了孩子以后3岁5岁啊，然后结果后来到小学到初中高中啊，一直都解脱不了，还想着说上大学我们就不用再操心了，说怎么可能呢啊，只要是你当了妈，只要是你生了孩子，那这一辈子你都不可能不操心，就是觉得这个心全操在孩子身上真的很辛苦。然后大家就纷纷附和啊，纷纷附议说对，说这个人活一辈子就为自己活好了哈，我们也支持，就是下一代不要孩子啊，自己轻轻松松的活，不要像我们这一代这么辛苦。然后我起来以后看到一大堆的留言，我就真忍不住了，我就打开了我的话匣子。当时我看到这个采访那个老年人的时候，我就很想说点什么，没有地方去说哈，然后我就在群里噼里啪啦的发了一大堆意见。首先我肯定是让我的儿子一定要生孩子的，当然我儿子本身他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啊，他就说肯定是该结婚结婚，该生孩子生孩子嘛。当然我也是这样想的，而且我说我希望他有一个女儿，为什么呢？女儿贴爸爸，贴心棉袄，跟爸爸感情好，老了以后呢还能照顾爸爸，就是女儿的她的这种孝顺，这种贴心和就是细心啊，这个程度是儿子没办法比的。从我作为妈妈的自私的角度来说呢，我希望我的儿子为人父，他能感受到这个女儿给他传递的小温暖、小温馨，然后以后老了之后呢，还有这个女儿能够贴心的照顾他啊，那么我就放心了，对吧？我的这个任务就卸下了。然后我就说，如果我有一个女儿呢，我也会告诉她，你一定要当母亲，一定要生孩子啊！如果不是其他什么外力因素的影响的话，我会非常希望她做一次母亲。然后我在群里跟我那些姐妹们讨论啊，我说你们，做母亲肯定是辛苦。你想我从29岁那年做了母亲，因为其实20多岁大家都知道现在还挺年轻啊，这个玩心还挺大，而且真的我们这一代还算是过得很安逸啊，没有吃过什么苦，所以当了妈妈那头半年、头1年，哎呦，我真是觉得累的。觉得哎呀，怎么会把生活完全改变了？就是有了孩子之后，真的他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想玩不了啊，这个半夜睡不好，完全没有自己私人空间，就是连去应酬啊，去跟朋友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我自己，还有很多的想法，想健身啊，想学这样学那样的，完全没有时间，所有时间都在孩子身上啊，包括夫妻之间的这个二人世界也少了很多啊！当时我们俩都觉得，哇塞，真没有想到有了孩子之后，生活是翻天覆地的一种变化。但是呢，辛苦是辛苦了，但是你们没有觉得这种为人母的幸福，就看到自己亲生骨肉的那种幸福感，那种成就感，是你别的人生在世任何别的幸福和开心都代替不了的吗？就是作为母亲的这种幸福感，孩子带给你的幸福感，这个是一般男人都体会不到的。我觉得只有我们女人才有幸感受得到的。当你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精心养育下，慢慢的成长，慢慢的长大，那婴儿的时候对你笑一下，他幼儿时期跟你说一句软萌的贴心的话，他长大了以后做哪一次，突然让你感觉到他懂事儿了，很孝顺的行为，就是你那种幸福感是完全你从别的地方体会不到的。如果我有一个女儿啊，我会跟她说，作为一个女人啊，确实你活出自己，你把自己的人生活精彩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中间有更精彩的一个环节，就是你自己从头到尾孕育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完全因为你而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你的精心照顾和培养，你看着他慢慢长大，即使他
不能长成你希望的样子，但是这个生命跟你有关，他身上流的血跟你有关，你那种幸福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觉得人生在世你一定要体验一回你该体验的东西，它才能完整一样。所以我生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说，哎呀害怕痛，就选择了剖腹产但是我说我坚决不会，只要我能生，我肯定是自己生。因为我觉得生命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神秘，很伟大。我觉得就是从母体里面出来这个生命，你把它完整的孕育和完整的生产出来，咱们千百年来人类就是一代一代这样繁衍的。我来这个世界一遭，我也想体验一下这个孕育生命的完整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种体验感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做了多成功的事业，我玩了多少地方我学习了多么好的技能，我觉得这些都是无法代替。如果我的女儿她没有经历这个环节的话，我会为她感到遗憾。视频里那个老人他说的，我就让我儿子你尽情的玩，尽情的去体验你的人生你过精彩的几十年。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身边也有不少丁克的夫妻有很多是丁到40多岁盯不住了，当然有一部分盯不住了的是因为意外怀孕还有一部分呢，他们是因为到40多岁了，真的觉得该玩的也玩过了，该体验的也体验过了，哎呀这辈子就觉得还差点什么，然后就觉得自己玩的有点空虚了特别是两口子成天大眼瞪小眼的，确实也很轻松，但是轻松到后来就觉得有点空虚了，然后就可能觉得缺了点什么后来就很多盯不住的就要了孩子。那我是觉得人这一辈子呀，最后留下来的有没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呢？当然如果你是这个科学家，你是艺术家，确实追求到了一定的程度能够流芳百世能够给世人留下一些东西，留下一些作品，或者说你能留下一些足迹在世界上，你可能会觉得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反之，如果像我们就这种平凡人我们就是做一辈子的工作，自己玩一辈子，你到后来你就会觉得比较空虚。我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我就是想着养儿育女，当然并不是指望他们给我们养老现在还有谁指望孩子养老的，对吧？但是当我们老了以后，当你60、70岁的时候，你的亲人，你的父母肯定离开你了，对吧？然后你还有很多亲人慢慢的也离开你，然后朋友也许走到最后留下的也不多了。那时候你有自己的后代在这个世界上，哪怕他不在你身边，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城市某一个角落，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我的血脉，有我的亲人在，我就觉得我不孤单，就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单的，那种踏实感，你心里的那种幸福是一种安稳的踏实的幸福，而不是缥缈的。就像我曾经也说过，我们从古至今世世代代这么繁衍下来，每个人都会走一遍这个婚姻之路生儿育女之路。大家看似很世俗，觉得我不愿意去走这种世俗的路，我想标新立异走另一条路。但是千百年下来，为什么大家一代一代的这样走过来，就是因为这种自己也创造了后代和亲人血脉的这种小家，这种亲情的维系，它才能给我们内心一种安稳稳定的幸福感，心底里涌出来的一种安全感。咱们就不用说那么大那么远，就像大家说的，如果你老了以后，你的儿女将来把你送到养老院，这个养老院的服务人员他是对你的儿女负责的，就像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那么老师是对家长负责，他不是对这个幼儿负责的。即使是这个幼儿他是孤儿，他是福利院的孤儿，那么福利院的老师他也知道这个孤儿以后他是会长大的，我对他做了什么他是会能够有能力来报复我的。但是你老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儿女你想想这个养老院的服务人员他会对你是什么态度，他不用去跟任何人交代，对吧？你也没有任何的能力去跟他对抗。所以人家那句话说得好，就是哪怕你有一个不孝子在外面，你在养老院里面，这个养老院的服务员也会因为这个不孝子可能会去找他们吵架可能去找他们索赔，那么也会对你忌惮3分也比对这个孤寡老人要强太多，对吧？这当然就是考虑到老了之后为自己着想自私的那一部分了现在我也觉得经常看到这个平台还是个人都在宣扬说这个为自己而活不要后代，咱们走出不一样的人生做丁克有多好多好，不结婚不生孩子有多好多好。我并不否认这么做的这部分人，他们应该也能体会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呢，如果不是任何外力因素影响的话，至少我的后代我是要强烈鼓励他们，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不管你是为了自己有一个完整的人生体验也好，还是为了你将来老了有一个安稳的幸福感也好，我是希望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到老他都有自己的亲人在身边的。